大家好，我是小易，今天我们来到了新加坡，而我背后呢就是新加坡的市标鱼尾狮。这个鱼尾狮有8米多高，重量达到了70多吨。看它的底部有个琉璃的基座，它是一个海浪的造型。在鱼尾狮的背后还有一个小狮子，这个小狮子它只有2米高，它更像是一个喷泉造景。现场还有很多游客去拍接口水的画面，而在鱼尾狮的对面。 有一个奇形怪状的楼，它是弯弯曲曲的，有3栋，像帆船结构一样。是来福士坊，也是新加坡的 CBD， 有很多高楼大厦。新加坡作为新的亚洲金融中心，从城市建设来说确实不一般。而这个是滨海湾艺术中心，你看。 它的造型是一个大的榴莲壳子，其实是2颗哦，背后还有一颗你现在拍不到。背后这个酒店可厉害了，当年英国女皇伊丽莎白2世来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下榻的就是这家酒店。国事访问就是宗主国来视察一下小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新加坡属于英联邦国家，新加坡人均 GDP 亚洲第1。作为发达国家，让我们继续探索之旅。首先回到1天前。 精装的 vlog， 散装的人生。落地太早，在机场眯一会儿。看，大家都是洗第2睡的。起来干活。新加坡机场整体绿油油的。看这个3D大屏，是不是我们在很多商场里见过？但是它有2、3层楼那么高。 它也是一个室内造景，而随着时间的变化，水流的大小、流速跟声音都会发生改变，而且时不时会传出长着鳃的那种怪兽的声音。我们现在去新耀樟宜，可以坐云巴小火车，它往返于各个航站楼。相比于那些接驳车、摆渡地铁来说，确实是很酷炫，而且都是这种无人驾驶。 看，我在开小火车，嘟嘟嘟嘟，这个还有点晃。其实，在国内我体验过很多次，比如说深圳坪山的比亚迪那个，然后重庆璧山的云巴，还有武汉的云巴。非得要说什么新奇特的，那就是它的景观了。据说花了85亿打造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森林瀑布，但它现在怎么还没开啊？我以为它应该是白天全天候不间断的。我今天不会看不到吧？看看不止我一个人，大家都在等。 好多人都在翘首以盼哦，原来是10点开放哦，音乐响起来了，上边开始喷水雾了。一个40多米的瀑布从天而降，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确实都挺震撼的。好的视角是要花钱的，这个廊桥来到了上面，以一种俯视的角度，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如果是在下方的话，你看到的是瀑布的高、广跟大。 但是来到上面，你的满眼都是一种绿色，你看到的更多的是森林的那一部分。哇，对面那个视角也挺好的，但是成人的话是13.9块新币，小孩的话便宜一点。大家觉得值吗？上边的视角很美，但是我还是推荐大家来下面仰视它，看这个瀑布飞流直下的感觉。来都来了，当然要打卡一下位于 Jewel 的 Apple Store。我们在下方看到的巴士就是这个，它是穿梭在森林瀑布之间的，有一种热带雨林的感觉，很像是《疯狂动物城》里面朱棣警官第1次去动物城坐的那个穿梭巴士，只是它不像动画片里面那样快。哇，这块玻璃好像是一体成型的，我目前是看不到拼接点的。如果它是一体成型的话，那就太厉害了。在晴天的时候，瀑布的水雾在特定的角度下是能够看到彩虹的。如果是阴雨天气，大家想象一下，天空阴沉着，外面下着瓢泼大雨，里面有这种瀑布，像不像在天上掏了一个大窟窿？ 这强对流天气也算是让我赶上了。而我恰好没带伞，没伞的孩子怎么办？还不赶紧跑！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好在现在下的小一点了，你看前前后后不止我一个人。向前走，别回头。你看地铁站困住的你，只是不敢勇敢踏出第一步，你往前走一步。 淋一会儿雨怕什么？就到了我们的目的地。我们接下来休整一下。本次旅程我也遇到了2位非常 nice 的小伙伴，他们让我在没有做任何攻略的情况下，使我的新加坡之旅变得格外精彩。在新加坡这边坐地铁有很多限制，不能吃食物，否则罚500；不能吸烟，否则罚1000；不能够携带易燃易爆，罚5000。
这可是新加坡货币哦，要乘5的人民币。最有意思的是这个不能携带榴莲，个别线路还限制说不能够躺在地上。这边坐地铁是有一个开卡费的，大概5新币，25块钱左右，5年内正常使用。首次使用的话还需要储值5块钱，大概也就50块钱了。如果说我们游客只用1、2次的话，出站的时候直接刷信用卡，你看。但是我们刷完信用卡之后是看不到价格的，而出站口都有这种机器，你可以把自己的信用卡贴上去，就可以看到你这一程的消费情况。现在环球影城的小黄人乐园也已经开幕了，这个巨大的结构叫艺术科学博物馆，远远的望去，它就像一个佛手一样。看这边有几个投影仪，在特定的时间跟节日期间，它会在这上面去打一些彩色的画面。在新加坡赤裸上身的话是会被罚款的，你看。这种顶风作案，在商场门口有个巨大的碗口结构，它是有个漩涡。有趣的一点是，这里就像一个回音壁一样，当对面的人说话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在这儿听到的。Hello， 你看要开。在整点的时候，它会有喷水，而在商场的内部是能够看到它这个漩涡的落水的。它的水从底下直接吸上去，而且它是个内循环，它的水大家都有钱赚，而它不会从那个圈水下来就直接抽走了，水为财一直在流，就是希望国运昌盛，大家都一直有钱赚，这样有钱赚啊，它一直在赚啊，那个水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他们集团，不是为了美。这边的室内也有一条小河，像不像澳门的威尼斯人里面的那条小河？据说这个酒店的投资人也是威尼斯酒店的投资人，但是这条河说实话真的有够短的。这个商场确实纸醉金迷，老前锋。哇，各种国际大牌都有。而在金沙酒店旁边，在这个内湖之上有一个巨大的球体结构，它是新加坡的 Apple Store， 据说它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单体结构的 Apple Store。外面这个都是弧形的玻璃，之前这个桥是不开放的，走在这个小桥上就很有科技未来感，不愧是 Apple 啊！一起进去看看。哎，这是一个自动门，而且是一块通体玻璃，想想造价有多贵。第一次在一家苹果店里面看到大量的运用不锈钢，而且是反光度如此之高的不锈钢，跟个镜子似的。这如果是不锈钢的话，这也太夸张了吧！破案了，真的是不锈钢。看这里，这里有个凹陷处，能看出来吗？这要是块镜子，它早都裂了。看背后，通过这个弧形玻璃可以看到这个湾区的风景。那从这边也可以远眺到鱼尾狮。看这个电梯，也是这种不锈钢，抛光电镀，哇，艺术品呐！太未来了。好，我们现在乘坐这个电梯往下一层看看，看看这个不锈钢拐角，像不像一个时空隧道？哇！我觉得适合每一个果粉都来打卡，真的太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酒店的楼下，它是一个弯曲的一个结构，像不像重庆的来福士酒店？而在它的顶楼有一个巨大的帆船，这也是它闻名中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酒店内部有一个巨大的雕塑，是一个悬吊的结构，叫漂浮的云，据说造价达到100万，不理解为什么。但是来到现场之后，我看到它虽然是一个镂空的结构，但是它的悬吊仅仅靠了几根钢索，总体加起来得多重啊！来到背后，这个弯曲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穿过酒店就来到了滨海湾花园，而我背后呢就是叫 Super Tree 超级树。从这里看，哇，满眼望去全是绿色。花园城市再次彰显它的魅力。这些超级树其实是一座座16层高的垂直花园，你可以在树顶上，然后鸟瞰整个花园的景色。而且这些超级树还具备很多实用性的功能，比如说收集雨水啊，生成太阳能，充当公园温室的通风管道。看，那是哈罗单车，还有亲子版，看看有多原始。这是什么？哇，好大个啊！中心这棵超级树上面是一个餐吧，如果你想走这个回廊的话，据说要收费5新币。这个超级树最好看的地方还是在晚上有灯光的时候，我们晚上再来看一下。哇，我们来吃一顿麦当劳，然后来尝试一下新加坡特色的麦辣鸡腿堡，跟其他地方都不太一样。看这鸡块好大呀，啊，这肉。它面粉裹得很足很足，虽然是叫麦辣鸡腿堡，但是比我想象中没有那么辣。哦，不对，后味来了，后味上来了。哇，
越来越辣，越来越辣。这个是蒜蓉辣椒酱，它还有一种特色叫咖喱酱。来新加坡你可以尝试一下，我估计吃不了，太辣了。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吃这个吧。看，在 CBD 这寸土寸金的地方有一个矮建筑。吃中午饭了，这是哪儿？你已经吃过了，你的嘴角还有食物，假装。好，我们现在来，这个地方老巴萨，巴萨就是菜市场的意思。在维多利亚时期建的一个建筑，现在政府牵头把它作为本地市中心惠民的一个吃饭的地方，本身就会有补贴，很便宜。这是整点的声音。我刚才看这张图片，我以为它是真的是人工手动去摇。本地它有一个习惯，就是叫 book tissue， 就是放一包餐巾纸放上去，证明这个位置有人已经拿了，你们就去找其他位置吧。当然不一定非要是餐巾纸，你可以放名片、工牌、钱包、手机也可以。如果你不怕丢的话。土耳其美食、菲律宾美食、韩式料理，哇，这家中式快餐10几块钱、20几块钱。看这个队伍，我们今天中午就吃这个肉错面。好，我们现在尝试一下这个拉沙，它这个里面很浓的那种椰浆的感觉。这个鱼饼就很像我们的关东煮里面的东西。这个就是刚才我小伙伴说的雪蛤，尝试一下，他说是半熟的。有点不习惯，很不习惯。就是你能明显的感受到它是生的，享受不了。这个东西非常符合我的口味，它里面是那种鱼蛋的感觉，它外面是炸过的，就是类似于腐竹豆皮，有鱼蛋那种甜味儿。这个名字叫五香，大家来了新加坡一定要尝试一下。在新加坡吃完东西，这个托盘要还的，不还的话要被罚款的。本地特色酸甘水，小金桔，哇，真的好酸，不过很凉。在这种新加坡这种很热的天气里面，喝一杯很解渴。这栋建筑就很新加坡，底下这个位置跟中间的部分它都有花园。相比于金沙酒店来说，这边可以免费的登顶观光，但是需要提前预约。大家可以在官网或者小程序上提前规划一下行程。但是我们今天很幸运，可以花10块钱新加坡币获得一杯饮料，并上楼观光。欢迎光临。没有遮挡，如果下雨就完蛋了。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它51层的一个观景平台，看。这边也有很多绿植，就新加坡政府在做一些战略的一个措施，在停车楼的楼上做一些现代化无土栽培的农场。我居然看到了核桃、紫薯、芦荟、南瓜、薄荷，可持续发展吧。还有无花果、战略物资。你说它赚钱，它肯定不赚钱。以新加坡的物力和水来说，绝对是亏钱的。但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它能够自给自足。那个星星，那是个酒吧，算是新加坡最高的酒吧了吧？去这个酒吧好像有着装要求。幸好今天。你可以上去，你可以上去。目测它比那个金沙酒店还要高很多，因为它是酒店，所以它每层不高，但是它上面那个船体很重。知道那上面白色的是什么吗？金沙酒店楼上是有一个无边泳池的，所以那些白色实际上是毛巾、浴巾等等。在这个观景台上，你可以俯瞰到整个新加坡 CBD 全景，这个视角绝了！我能真真切切感受到马六甲海峡。感受到这个湾千帆使尽的感觉，真的能感受到地理课本上或者说历史课本上马六甲海峡的繁忙，但它真的很繁忙。对，就是目光所及之处，绝对超过有1000艘了。那边超级繁忙，就都是临时停，而且都是非常大的那种货轮、游轮。对，真的好宽了，肉眼看过去茫茫一片，它是没有边际的。就时至今日，马六甲海峡的地位都是无法撼动的。大家在视频中看到的这些船。都是钱，都是税收啊！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六甲海峡被称为海上的十字路口，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但是不到顶上看，你在海边看不到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或者没有俯视它的话，你是看不到那种它有多繁忙。你平视过去就只是觉得哦，那就是一个海峡，对面就是个岛。你在上边看另外一种感觉，一直在给世界各地输送各种物资。我们慢慢的走下去，走到下一层，然后还有可以让你一个人休息，享受一个安静的工作空间。这边可以看到牛车水，就是唐人街的地方。整体来说就是闹中取静，在城市 CBD 这个地方有一个空中花园，可以给你休闲啊，或者说休息。这边还可以摸鱼，因为不仅有休息位，还有插座。这2个像水管一样的东西，它实际上是灯。比如说我们晚上如果在这儿办公或者说看书的话，这2个小夜灯辅助一下。累的时候可以来到这一层，找一个角落，调整一个位置，享受一下孤独的静谧，在闹市中看着外边的牛马。然后想一下自己何尝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来到晚上，这个滨海湾花园的超级树真的是太奇特了。你看它的颜色，
完全是那种荧光蓝，现在是蓝调时刻，很像那种海洋世界，整个就是很迷幻的颜色。看我背后，这些有很多游客、市民，甚至他们会躺着看。在晚上7点40分，这边会有一个壮丽的灯光秀，这种非常迷幻的感觉，像不像《阿凡达》的世界？一会儿在这里，我们看一场绚丽的灯光秀。当你以为结束的时候，你看有烟雾，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彩色的灯，氛围感直接拉满。看完灯光秀之后，我们来到金沙酒店旁边，这边有一个螺旋桥，它的灵感来源自我们人体的 DNA 双螺旋结构。回到金沙酒店这边，新加坡 CBD 的夜景一览无余，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城市带来的美好。哇，这个喷泉的光影一直在发生变化。哇，这个色彩好看，好看，这太漂亮了吧！真的蛮壮观的。免费就是最好的。这次我确实能够感受到新加坡之前作为亚洲四小龙带来的一点点的荣光，感觉这趟行程还是非常圆满的。感谢我的小伙伴，让自己也很放松，然后同时体验一下不一样的风景。对，看完这么精彩的表演之后，我们视频的精彩还没有停，我们接下来要感受一下异域风情，去哈芝巷看一看。它这样就是个步行街，小最爱打卡的步行街，喝酒、酒吧，还有就是买些文创产品的，还有当然还有世界各地过来的产品。看这种小巷子，人挤人，人挨人，然后还可以吃饭。就是土耳其和中东一带的风情就在这条街里边，这就是那个苏丹回教堂，但它如果在做礼拜你是进不去的，它是欢迎外界去参观的，哪怕你不是回教徒。墙上还画了恶魔之眼，带着这个来帮你辟邪的，戴一段时间就要换，你不能一直戴同一个。对，这是我听到的啊。具体还是要去以土耳其为准。这是新加坡当年的一些风情，普通人的一些生活，看邦乡村的意思。1920年、2023年，跨越年变迁100年将近。往外面填了海的，以前海是这儿，然后现在海往外填了。哦，因为深圳也是填海的，对，不也是填海的。对，广州的南洋骑楼其实都是从东南亚这边又传回去的，相当于雨多嘛，然后2楼会凸出来一段，当时1楼的走廊的那个屋顶挡雨啊什么的，不准你改外立面，你哪怕买下来也只准弄里边，政府是把它作为一个保留建筑做的。这边曾经是一家卖就是像这个饮料水的档口，1个月租金要将近10万人民币，是因为这边人流量非常大，所以它就特别贵，而且本地很热，它又是卖饮料、卖水的、卖果汁，所以它就摊位费非常高。我的蜜雪，70、80年前的红灯区，而且有人妖，那个年代不敢想象的，说实话。你要去红灯区吗？哦，悄悄的去，悄悄的去。可以可以。然后这条街就是它现在最近开发出来的背街，年轻人可能会过来拍照打卡的地方，因为它很出片，淘宝丑东西大赛得奖的，好像是2年前的一个作品。我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这丑东西。一个比较有本地特色的叫钱东，中文叫真多，好像榴莲慕斯都挺好吃的。这几个黑糯米雪糕，这里面有什么？红豆、刨冰、椰糖。这个绿色的原材料应该就是糯米粉，它的绿色来自于斑斓叶，东南亚这边做甜点挺常用的一个香料的。之前林俊杰推广的那个新加坡绿蛋糕，新加坡那个蛋糕，那个绿蛋糕。好好吃哦！那个绿色也是来自于这个香料，本地叫潘丹，中文把它翻译成斑斓。尝一下这个新加坡特产，很奇怪，它是咸的，后味还有一点点的苦。如果配上旁边的红豆刨冰的话，还好一些。如果单独吃这个绿色的东西，特别奇怪。你们有时间一定要感受一下。
Milo 是新加坡这边算是一个国民饮料吧。孙燕姿也是从小喝到大的，只不过她喝的比这个会更夸张一点，叫做 Milo Dinosaur， 直译叫做恐龙美露，倒一勺厚厚的一层可可粉。喜欢孙燕姿的也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现在来到了新加坡的小印度。顾名思义，这边有很多印度人，特别是周六周天的时候，非常热闹。孙燕姿有首歌叫《神奇》嘛，然后呢，以前听的时候呢不觉得，来了新加坡之后呢，再听的话，你会发现它前几句基本上就是在讲小印度。就在一瞬间，我们两人眼前，一道光出现在另一个世界，眉中间有个红点，要遮住你。哦，如果说你坐地铁去小印度，从那地铁站一出来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感觉。艺术来源于生活，感兴趣的一定要去试一下。好，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小印度的一个餐厅，我小伙伴他非常极力推荐 Tissue Prata 屎一样薄的一个印度煎饼，然后它也叫 Tower Prata， 就是像一个楼一样的楼房一样，你看像个金字塔，最薄的地方真的是半透明的。我们掰一块看看来，好，薄的地方非常清脆，真的有糖粉。这个面饼里面是有糖的，不是表面有一层糖粉。对，它表面是甜的，但是里面又是咸的，而且它又做的很薄很薄。背面是糖，正面是它在锅上煎的，很奇特。对什么？玫瑰露，本地的一种特别的饮料，有玫瑰的味道，非常甜，非常甜，后味很浓。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1点了，人也好多啊。我们刚才走了2、3条街，就其他街上已经没有人了，但是这个十字路口还都是人。印度的24小时的印度商场可以买到所有你想要的东西，小到老鼠药、蟑螂药，大到你家的电视、空调、洗衣机、黄金，都卖的是我们日常见不到的那种非常奇特的商品，真的比我想象中大好多啊！卖牛奶、果汁、肉什么的，而且这边可以直接走到另外一个商场，中间是个天桥连着。这边有手表，这边有各种首饰、数码产品，你看。万宝龙啥都有，相机各种数码产品，很像深圳的华强北。这边真的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情人节送女朋友的小礼物，你看彩色拼盘，应有尽有。欢迎来到义乌小商品城加莆田加深圳华强北一个综合体。Plus 版，你的新加坡的一生都被这儿承包了。小米速七都有新款哦，看人家是有充电口的，你看 EV， 它是真的能充电的。扛一个回中国，出口转内销，太顶了，真的是能达到包办一生的概念。有时间你们要来这看看，转一转。我们去香港旅行时，都感觉香港的外来人口好多呀，所以说我们戏称香港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唐人街。而我们去美国纽约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它是一个世界城市，它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种。本次新加坡之旅给我最大的感触，不是花园城市，不是城市景观，而是包容。它能把亚洲不同肤色、不同人种、不同民族的文化都能兼容并蓄。好了，新加坡之旅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那你们印象中的新加坡是什么样子呢？如果你们对新加坡感兴趣，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会。